你是不是还在使用种草的方式破坏基岩，可是都不管用呢？不过别担心，今天我将分享给你4个超简单的方法，帮助你打破这个基岩。那在打破基岩之前，我们要如何到达基岩层的最上方呢？首先你要准备的就是中介珍珠、梯子跟镐子。然后你需要挖到地狱的最上层，也就是来到基岩层的区域。当你看到基岩时，找一个最靠近上方的基岩块，因为这样你只需要破坏一个基岩就可以了。接着在这里放置梯子，然后爬到最顶端。到达梯子的最上方后，记得记录你当前的坐标。特别要注意的就是，如果你的 Y 轴坐标是125的话，说明上方的基岩层呢只有1块。这个时候拿出中介珍珠，对准上方的基岩层丢过去，这样你就能穿越过这个基岩层啦。成功到达地狱的顶端过后，接下来我就要和你分享4种破坏基岩层的方法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方法，这个方法需要的材料包括的就是这些。当你准备好这些材料后，首先这里先找到之前记录好的坐标的位置，接着在这个位置放上一个活塞，然后在活塞的上方放一个 TNT， 接着在活塞的旁边放一个黑曜石，而黑曜石的上方再放一个普通的方块，比如就是石头，然后石头上面也放一个 TNT， 接着在石头的前面放一个拉杆，而黑曜石的上面需要放一个火板门，这样一个基础的装置就搭建完成啦。不过这个破坏基岩的方法也有比较大的缺点，风险会比较高，而且如果没有穿好盔甲的话，可能会被这个 TNT 给炸死。所以我建议你在尝试这个方法之前，记得要穿上这个盔甲，保护好自己啦。接下来就是操作部分，首先需要拉上这个拉杆，然后再拉起这个火板门，让自己进入潜行的姿势。接着将视角呢对准这个黑曜石的上方，并且手里要拿着活塞不断的点击放置。当 TNT 爆炸的时候，你的活塞就有几率替换掉这个基岩，成功的破坏掉基岩啦。然而为了这个方法更有效率，我建议你可以把这个放置的按键改成一个你觉得方便的位置，比如就是键盘上最靠近你手指的按键，这样操作起来就会更加顺手。如果你觉得手动点击还是很麻烦，那么我这里强烈推荐你使用这一个叫 Trigger 的模组。当你安装好后，你只需要按下 X 加 C 就可以打开这个设置界面，然后在这里找到这个右键快速点击的功能。当你开启后，可以改一个激活键位，这样一来放置活塞就完全不用手动点，成功几率也会大大提高。接着我们再来看第2种破坏基岩的方法，这个方法需要的材料有的就是这些。当你准备好这些材料后，先找到你想要破坏基岩的位置，然后在它的上方放置一个活塞，接着在活塞的前面和左边各放一个黑曜石，而黑曜石的前面这2个分别要放上这2个 TNT， 然后在黑曜石的旁边放上一个拉杆，最后在这个黑曜石这里需要放上一个火板门，这样这个装置就搭建完成啦。然而这个操作也非常简单，首先我们需要拉上这个拉杆，然后拉起这个火板门进入潜行的姿势，接下来将这个视角对准这个旁边的黑曜石上方，然后一直点击放置活塞，等这个 TNT 爆炸的时候，这一个活塞就有几率被破坏掉啦。然而这个方法相比这个第一个方法要安全一些，但它的缺点就是需要的材料会多一点，操作起来呢稍微复杂一些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还是不够简单的话，那别急，接下来我还有更好的方法推荐给你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3种破坏基岩的方法。首先你需要准备以上的材料，准备好后，先找到你想要破坏基岩的位置，然后在它的上方呢放置一个活塞，活塞的上面需要放上一个 TNT， 接着在活塞的旁边放一个黑曜石，再隔一格放另一个 TNT， 接着在黑曜石的上面放一块石头，而石头的旁边放一个拉杆，然后在黑曜石的这里放上一个火板门，这样这个装置就完成啦。接下来再看这个具体操作步骤，首先先拉上这个火板门，让自己进入这一个潜行的姿势，然后拉上这个拉杆启动 TNT， 接着将视角对准右边黑曜石的上方，不停的放置活塞，这样子呢就有几率破坏掉这一个基岩啦。是看到这里，我还有一个更简单更高效的方法推荐给你。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第4种破坏基岩的方法，这个方法是我最推荐的。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以上的材料，准备好材料后，在你要破坏的基岩层上方呢放置这一个活塞，然后在活塞的上面放一个黑曜石，再对准这个活塞的方向放置一个火板门，接下来来到活塞的旁边，在地上放置3个红石粉，接着拐一个弯，再继续放置2个红石粉。红石粉的前面呢需要放上一个拉杆，最后在拉杆旁边放一个 TNT， 这样这个装置就完成啦。
这个操作步骤也非常简单。首先这里我们需要拉上这个火板门，进入这个潜行的姿势，然后拉上这个拉杆激活这个装置，同时将这个视角移到这个黑曜石这个地方，接着快速点击放置活塞，这样子就有几率破坏掉这个基岩啦。为什么会强烈推荐这个方法给你呢？因为这个装置所需的材料相比之前的会更少一些，而且操作起来呢也不需要太多的技巧，失败的风险呢也非常的低。如果你是新手，或者是不想花太多的时间练习复杂的操作，这个方法绝对是最适合你的选择。如果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不妨帮我点个喜欢并分享出去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那么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